Hi, I'm Bell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玄学。玄学一直以来是我的一个兴趣之一。这个呢是我收藏的塔罗牌，这个呢是我买的占星书，我全部都有读过。大家如果看我之前的视频，应该可以发现我对玄学、神秘学这些东西其实一直都有非常深厚的兴趣，但是我却很少会去跟大家提起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去启齿的话题。那我有去上过线上的八字课程、星座课程，我有的时候呢也会去帮我的朋友去看一看星盘。我生活在一个辩证的唯物主义的社会里，我为什么会去开始相信玄学呢？因为我在27、28岁的时候呢，经历了情感上一个非常大的挫折。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开始在 YouTube 上面去看很多相关的视频，灵性成长的视频、占星的、塔罗的、萨古鲁的视频、瑜伽的视频。我希望可以从这些东西去找到一些我生命的答案。我非常急切的想要知道，我未来的路应该往哪里走。我未来的伴侣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应该怎么样才可以获得一个很快乐的人生呢？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开始去研究玄学的契机。那渐渐的一路走来，我会去发现玄学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在我们痛苦迷茫的时候，它可以给我们一些生命上的指引。其实更多的人相信的是唯物主义，这个也是现在社会一个主流的价值观。唯物主义让我们去疯狂地追求金钱和权利，但是像玄学这样的唯心主义告诉我们要去活出我们自己的人生。当然呢，这里的玄学我指的是广义范畴上的所有的，包括比方说东方的易经、八字、紫微斗数、道教的一些理论，然后西方的塔罗、占星，所有的这些，包括其实中医某一种程度上来说，其实也是偏唯心的，所以所有的这些我都统筹的去归在玄学这个范畴里面。那我知道 YouTube 上有很多来自台湾的观众，我知道对于台湾的观众来说，去庙里拜拜，去找人算命是一件非常日常很普通的事情，也是可以和朋友常常去谈起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是所有人都羞于去启齿的一个话题。不仅仅是在网络上不允许去宣传，有的时候我们和不太熟的朋友和不太熟的同事在一起，我们也不会去讨论起关于玄学、去算命、八字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被大家所有人去接受的一个价值观。当你去和不熟的人谈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你往往会被认为是神棍的，是不科学的，是一个乱力怪神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不会去在不熟的人面前去谈起这个话题。但是呢，其实有很多地位很高的人，或者是有很多亲朋好友之间，他们私底下都会去寻求这样一种玄学的帮助，希望自己的事业可以更好，爱情可以更顺利，健康可以更好，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问题所在，大家所有人都要去被教育，去相信科学，相信所有那些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被测量，可以被实验的东西。但是呢，像是玄学呀、求神拜佛呀，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测量的、被观测到的。但是我们又会觉得在生命当中似乎又有这些冥冥之中的事情去指引我们的生命，指引我们的前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包括中医这个事情，在很多高学历的群体里面也会被认为是骗人的玩意儿，因为我们知道中医的穴位、中医的经络都是没有办法被科学的观测到的，包括它的很多治疗也是没有办法被量化，像现代科学那样去进行对比实验的。所以呢，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它就是一个不科学、一个神棍的事情。那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可惜，因为它是一个流传千年的，我觉得它是一种哲学，它是来自于易经的，教会大家去生活更加的平衡。所以再讲回到我之前刚开始去接触玄学这些的经历，我开始去读这些占星书，我开始去学习占星非常基本的知识，从第一宫到第12宫所代表的含义，金木水火土所有这些行星所代表的含义，相位的所有的这些知识。那
我那个时候呢是非常非常想要知道为什么，我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人生这么样的不快乐，我想知道我的人生应该要往哪些方向去。在自己内心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呢，玄学给了我一个很深很深的指引。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呢，我当时看到了萨古鲁的视频，萨古鲁有讲到一个故事。He went drinking. He intended to go back home at 8 o'clock, but drink after drink and time, he became unconscious of time. When he looked at the watch, 然后听到了那个故事，我瞬间就明白了，我需要改变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外界。外界只是我的内心所投射出来的一个影像。所以呢，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积极的改变自己，我开始去更加积极的尝试做更多可以让我去开心的事情，而不是寄希望于某个人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改变的契机。我觉得玄学让我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待生命，让我去明白，我们不仅仅要相信事在人为，要相信人定胜天，我们也要相信尽人事听天命。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心态的改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都会把生命的权利去交给别人，我们被养育成了一种受害者人格，我们觉得生活中的所有的不顺遂都是别人造成的。如果我的老板这样子做了，我就开心了；如果我的男朋友这样子做了，我就开心了；如果我的谁谁谁这样子做，我就开心了。我们把所有的生命的主动权都放在了别人的身上，然后这样的想法会让我们觉得自己非常没有力量。尤其是女生，我觉得我们女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看了太多的白马王子的童话，看了太多的偶像剧，觉得某一个人的出现就可以把我们拯救于水火之中，就可以让我们脱离于现在的困境，觉得那个人才是人生当中唯一的答案。那灵性成长呢，却告诉我，我们人生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观念上就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当然，我有看到有很多过度迷信的人，看到有很多这种过度迷信的视频，我觉得这样也是非常的不可取的，因为就相当于我们把人生的权利、人生做决定的权利去交在了那个塔罗师手里，去交在了那个算命师手里。那这个时候我就很想质疑说，到底是塔罗师在帮你过人生，还是你自己在过你自己的人生？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可取的方式。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那我对于玄学这块的兴趣，我是很少去跟别人去提及的，因为我记得在我以前的时候呢，我有跟一个朋友有说过，我最近在学星盘呐，在学占星呐，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想要帮我看的话，我可以帮你看哦。结果原来那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后来那个朋友呢就再也没有跟我去聊过天了，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很可怕的人，所以我也觉得很羞于启齿，很不愿意去跟别人去提及我的这个兴趣。那今天这个视频里呢，我也很开心可以和大家去分享我这个隐藏了很多年在心里的一个兴趣。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可以给我点赞，也可以关注我。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啦，拜拜。